马八进六呢，那么将来这个红方啊，由于子力也非常集中啊，在这一带必然的会制造出一定的这个攻势，比如说进车一捉，黑方也只好被迫前进。现在红方，比如说这个进个炮进五将来这个一炮平一，这个底炮就放下去了。放下去以后呢，这个马有机会马四进三，马四进二。总之呢，红方在自己的右翼形成了这个四子归边之势。黑方可以说这个棋局异常的这个困难。所以在实战当中呢，黑方也是看到了红方有上述的这个直攻的这个手段，所以黑方采取马八进六。他先跳马，就说当红方在攻的时候呢，黑方就硬着头皮跳上来，你再捉我，我的马呢就退回底象的位置。这样呢，尽管红方也是先手，但是红方呢不容易呢一下子呢把黑方呢制住。走到这里这个10连霸红华不愧为这个有超一流的这种棋感不愧为他的这种称号。他呢走出了一招这个有如这个画龙点睛的这个招法，炮进六。这招棋呢，可以说是对黑方呢阵型上形成了致命的一击凌空虚步，看起来他并没有直接打着你，但是他将来呢为之后的这个造势埋下了这个伏笔。它的好处就是呢，先进炮以后你再跳马的时候你拦不住我的炮了。我把我的炮先渗透到黑方的阵地当中去。黑方你可以跳马，你跳马，我这个底线较僵呢，我这个底炮的攻势呢一定会形成。所以现在黑方呢，当然黑方跳马，红方并不见得急着较僵，还可以平车平车就极有可能呢把黑方这个马呢直接呢捉死。黑方再跳由于这个对着炮呢，跳边马呢，红方这个车呢可以挤压一步将来一拱，这个就是先手由于将来黑方如果拱卒，红方一拱，将来这个进车还是先手，所以黑方来不及这个马呢向上跳。所以走到这儿呢，可以说红方呢一举确立了这个猛烈的这个攻势，黑方已然不好动。黑方走炮平，无奈之中呢也只好这个平炮腰对。红方这个时候他时候恰到好处，这个平车呢过来这个捉马。现在黑方呢看起来这个马六进七是一个先手，但是黑方呢是万万不敢走的，也是不能走的。因为一进马以后呢，红方呢比较简单的可以先炮进一，叫一将。叫一将以后呢，黑方退象绝对不行这底士就给杀掉了。黑方电炮，你的炮呢就打不出来了。这个红方呢，甚至还有直接平车这个捉马的手段也可以这么捉，都是红方的这个天下。黑方如果上将铤而走险的话红方呢也可以走车4进2，这个先手捉你的马。你的炮如果打出来，我一捉，下一步是杀棋，那么黑方这个棋呢也难以应付了。如果保证暂时不丢子，这个马还要向回退，黑方子力不但都退回去了，而且老将呢处于非常危险的地方俗话讲，车怕低头，将怕高。这个老将一高了以后就是高处不胜寒。红方有多种呢攻击的手段，所以黑方无奈之下，这个马呢现在呢他也是不敢往这里跳，这里跳呢也是车4平2这手段仍然存在。那马六进4呢，他就觉得自己的左翼太空就是一个空门，一个炮呢绝对抵挡不住红方4个子的连攻。所以黑方情急之下呢，他想出了一招苦肉计，他走16进5他卖个破绽装没看见，你吃吧。当然这种
小小的这个陷阱呢，红方呢不会轻易陷入进。毕竟呢，红华呢是特级大师，他不会这么轻举妄动，吃掉你的马。那么黑方好了，再坏的阵型也不要紧了。通过这个先弃后取，黑方呢可以说这个全部解脱，红方呢前攻是进气。此时此刻呢，洪荣华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你现在支持以后，不是有马六进七这一脚了吗？好，现在呢，我就把你这招棋呢防止住，我不吃你啊，围而不攻，把你围住以后，暂时我不吃你，我不采取行动。由于时候不到，我进车呢再点住你。第一个防止了你马六进八，马六进八，马六进七马六进八仍然不行，车子平二捉，这是一样的。你马六进七也不行，你这个马呢在我的控制之内。另外呢，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车子进以后，把黑方的车牢牢的控制住了。黑方的车想再过来增援那要颇费周折。你车二进五，我一兵器一就把你挡住了。现在黑方痛苦的之处呢，这个右车也迟迟不能开赴这个主战场，所以这个棋呢，红方呢已然是步入了这个佳境。接下来黑方呢无奈之中呢走炮一退一，暂时呢把这个炮呢退下来，保住这个马。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黑方呢还是打算将来必要的时候跳上来或者退回去就说的必要的时候把这个马呢狠下心来，把这马呢就是进行处理。但是红方呢这个时候呢走的也非常的紧凑不给黑方呢这个透气的机会，走炮平三，紧扣一环。平炮以后呢，把黑方这个马六进七、马六进八、马六退八这三个角全部封住。现在黑方不敢跳，一跳红方一破三进五，这个棋呢就是得子。现在呢可以说黑方的局势呢越来越困难。那么在也许是棋局这个气氛这个所限，黑方觉得自己的手脚呢一时展不开，所以他走出了这个卒三进一。这招棋呢可以说是造成了这个局面的这个迅速崩溃。黑方最有耐心的这个招法呢，就是走炮七平九，就是在红方炮平三，防止了你马六进七以后呢，你要呢自己呢开辟通道，将来红方一打的时候呢，你实在不行这个马就强行蹬出去那么红方呢当然可以走马四进三，暂时再控制住它，但是黑方呢就是以后由于有这个马六进七呢，暂时呢还能够维持一段。在黑方走卒三进一以后，这个棋可以说呢，红方呢这个机会呢已然是成熟了，红方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现在平炮呢打马，黑方现在这只马呢已然是前无进路后无退路，所以他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丢子呢也不行必然要造成这个红方的最终胜利。所以黑方无奈之中呢走士五进六，打算呢这个气势呢来这个解救这个被攻的拐角马。那么红方在这里呢走的也非常的简单，也是一种简洁的手法，他炮三平九直接打掉黑方的炮，黑方蹬掉，这样红方呢就是斩获了黑方一士，进车一吃。黑方恰好呢有底线一将，先把这个炮呢逃脱以后，这个马呢再逃。但是呢这个棋呢红方剩下来的呢也都是先手了，马四进二蹬炮。黑方呢为了加强防范，走炮七退九。当然这里呢退到这里呢比实战中呢略好一点，但是呢红方呢这种胜势呢依然不可动摇。黑方退底炮，那么红方
现在走马二进三。那红方这个出子呢很正，这个象尖呢一般说是呢，这个作为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当然它的前提呢是在黑方没有卒的情况下。为什么说这个马好的位置呢？攻守两利啊，而且他又有妻子的保护，而且守着两个兵，将来呢马三进四、马三进二双向的卧槽。所以这个象尖马由于是高向这个可以飞到的位置，所以这个术语叫象尖马，是一个攻守两利的这个位置。所以红方这个马一站到这个位置以后呢，黑方这个棋局呢也是呢很难进行这个有效的这个抵挡。黑方实战当中呢走的是知势，知势呢他打算呢看看红方的应手。这个时候红方走得很紧，他没有走车次退一。如果走车次退一的话呢，这个棋呢黑方呢有可能把中卒拱起来。你如果跳上马三进二，黑方将来有个车二进三对车。这儿红炮由于呢不在这个类上呢，就说你叫一将以后，他出将你不能够类炮照将，那么黑方呢还多少呢有一点抵抗的能力，所以红方呢并没有急于呢把这个车呢站到卒临，而是采取了车四进一这个战术上紧逼这招棋走的也是非常紧凑，为红方呢迅速获胜呢可以说又是创造了一个条件。他的目的就是下一步棋在马进四以后车马炮配合呢就形成了杀势以后有卧槽、砍中式等等这些手段，所以逼着黑方呢要进行这个处理。当然现在黑方走沿高向呢，红方呢也可以走车四平三这样呢也是红方呢这个胜势无疑。黑方只能再飞象，将来红方可以实惠的炮四平一以后呢，带着先呢把黑方的兵呢打过去。实战当中黑方走的是炮七进四，把这个炮呢长起来，暂时呢阻挡住红马的去向。但是红方呢争取到了这招棋兵五急，使黑方冲中卒还有马四进五换马的这两招想法呢全部呢化为了这个泡影。下步棋红方就盯着这个以后就是有车四退二这种手段，黑方这个中卒呢就没有机会拱起来了。那么走到这里呢，黑方呢也没有办法，他还是走了车二进三。那么红方呢也没有急于走车四退二看到比较容易把握呢，红方就直接把这个炮呢绕了一下，走炮四平二，黑方走马一进三。由于也是挡不住红方的攻势了，所以红方呢就是直接呢缠了个底炮，这样黑方在马三进二。那么黑方呢对于红方的这些攻势呢也确实呢没有办法，所以也只能这个听任这个红方这个组织进攻。接下来红方走出将，这是杀棋。黑方现在不能出将就说如果出将以后呢，红方可以叫将，再把黑方的象呢吃掉，用车一吃掉。那么黑方呢残尸烂象也是难以抵挡。现在呢黑方走的是知势，红方走车四退一，吃掉黑方的士。黑方走马二进一。走到这里呢，红方呢又走出了一个非常这个精确的这个攻招，他走炮二退二这招棋隐而不发，准备下一步棋呢通过叫将呢抽你的马。那么走到这儿呢，黑方呢由于这个马呢没有合适的地方可去，他只能走车二平四，暂时看住。那么车二平四以后呢，这个呢红方呢可以说呢又达到了他的目的。为什么呢？让你这个车守到肋上来以后呢，失去了马的掩护，脱根了。这个时候红方再走车四退一这招棋走得非常的老练，这个次序可以说掌握得非常好。如果这会儿将上将勾车，如果想吃子的话呢，当然红方呢也是可以这个迅速这个扩大战果。当然红方走车四退一有同样的效果，
因为红方现在下一步棋就准备呢中兵在过河参战了，黑方车马呢又形成了互相这个牵制。那么黑方如果退象的话，红方又可以吃象，又可以一将呢直接吃掉你的象。总之呢，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黑方呢由于呢这个子力呢这个悬殊啊，物质力量呢差得太多，而且将来呢这个棋发展下去呢，红方可以说这个兵临城下了。黑方看到这里呢，也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抵抗，所以也就是呢放弃了这个蓄意，最终呢红方呢取得了胜利。那么这盘棋呢，双方呢看起来呢，这个是以这个飞象与这个进卒的布局形成的，看起来这个布局好像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布局。但是黑方呢，由于这个第一步棋炮8平5，啊，第二步棋就之后的这个环架中炮呢，走的呢过于强硬啊，与黑方这个拱7卒的这个构思呢相互呢矛盾啊，他没有贯彻开始的这个初衷，使自己的阵型呢不够协调，结果被红方呢这个牢牢的抓住了这个弱点，子力呢逐步展开。特别是红方在进攻当中几步棋呢，这个一个是炮2进6，一个是车4进1，这几步呢啊停车问路啊，拿捏的火候非常准确，也同样呢给广大棋友呢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可以说这盘棋呢下的质量呢，红方这个胡荣华的特级大师下的非常的之高。好，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呢介绍到这里。